这条金枪鱼有60公斤，妈呀，比我还重呢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香格里拉的西村日料，这里马上就会有一个金枪鱼的开鱼仪式，所以我们一会儿就要看看每一个部位到底都叫什么名字，都会做什么用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这是一条大目金枪鱼，而且是完全养殖的。完全养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种鱼从3代之前就已经是人工养殖的了，不野生捕捞，也不破坏生态环境。要开始了，这是主厨水谷一点先生。中餐厨师呢，一般给整鱼剔骨的时候都是先掐头，看来日本大厨要先去尾了，先把尾部去掉，然后要去头了。在金枪鱼头的后部，也就是脖子部分，大概有2到3两的鱼颈肉，这里卖的也是很贵的，因为这部分的肉油脂比较丰富，而且雪花纹理很漂亮，是可以生食做手握寿司的。鱼头的其他部位就烤咯，要不然用照烧汁红烧也可以。然后就是开膛、开背，再进行切分。金枪鱼开鱼用的刀也很有讲究，水谷主厨这次就用了2把刀，现在他一直在用的这把比较短粗的刀叫出刃，日语里叫 deba， 是后刃菜刀的意思，其实和咱们的砍刀有点像，非常结实耐用，可以斩断坚硬的鱼骨，划开厚厚的鱼肉。像这种细长的柳叶型的刀叫柳刃 Yanagiba， 它是用来处理比较精细的部位的，比如整条鱼分割以后用来切生鱼片的刀其实也是柳刃。瞧瞧这超大的鱼腹肉就被分解出来了。鱼腹的不同部位出售的价格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颜色比较暗的这一块叫血河，它是有血的红肉，因为比较腥，所以一般用照烧汁儿来红烧，一定要给它煮熟了来吃。它旁边的这块鲜红色的肉叫赤身，注意赤身不是刺身，赤就是红色，也很形象。它是金枪鱼身上脂肪最少的部分，而且在金枪鱼体内分布很广，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，也是我们在日料店经常会吃到的。接下来就是最美味的 toro 呢，是鱼腹肉，也是分好几个等级的，中腹中トロ又叫中肥中腩，脂肪含量呢比赤身要多，而且口感比较油润，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鱼肉的那种微微的酸味儿。这里是大腹 otoro， 也叫大肥大腩，是含雪花油脂最多的一个部分，也是价格最贵的部位。感觉一咬一包油。吃到大腩的时候呢，来一杯冰凉的梅子清酒，也是非常解腻的了。这个时候主厨拿出了一个小铁勺，其实这个呢是在把贴骨肉给刮出来，这么大的鱼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了，这个部分的肉可以做手卷、寿司或者日式盖饭都 OK。 把最后一块肉拆解掉，整条金枪鱼的解体就完成了。之后的任务呢就要交给副厨进行精细处理了，要出菜啦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享用晚餐咯，这是温温的前菜。这是刚才刚解体的金枪鱼，太鲜美了。吃生鱼片的时候要一面加瓦萨比，一面蘸酱油，一次放入口中，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哦。西村的铁板烧也是很有名的，所以铁板和牛配炸蒜片，了解一下。最后的甜品我没有要冰激凌，来了一碗温热的红豆年糕，甜蜜蜜糯叽叽的口感，也是超满足的，喜欢。又是吃美了的一餐，我是珊妮儿，咱们一起吃东西呀。